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款超萌的小兔子束口袋。简单的束口袋加上兔耳朵，让它成为有趣可爱的兔子造型，可以收纳耳机，可以拿来放零钱，或者是收纳卡片，以及各种小物件，俏皮又实用。出门时带上它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这一集的购置内容也是为了响应创世基金会今年度的义卖活动，希望你可以跟艾芙琳一起购置这款兔子束口袋。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描述栏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哦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各个部分的毛线用量可以参考影片中所列示。工具上使用到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高11公分，宽9公分。首先从袋子的主体开始，基础行左边起针，起18个锁针。基础行决定束口袋的宽度，再加2公分会是成品的宽度，你可以根据需求调整起针数。18个锁针结束，长度大概是7公分。之后我们会绕着它进行中长针的圈钩。第一圈先钩织1个锁针，因为等一下要钩一个短针，这个锁针就会作为短针的起立。接着跳过它，在基础行的第1个针目里钩织1个短针。因为之后要圈钩中长针，这个短针我会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，它算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而我在每一圈结束引拔时，会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再增加2个中长针，所以第1个针目里一共钩了3针，1个短针作为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以及2个完整的中长针。这个是完整的中长针，它是第2个针目，我在第2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，它是我第1圈结束时要引拔的位置，将头尾相连，也会让第1个短针变成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接着第1个针目里的第3个中长针，之后每个针目里钩织1个中长针，连续16个中长针。而基础行的最后1个针目里钩织3个中长针。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又连续16个中长针，这样这个束口袋的底就会是一个椭圆形的底。而这个起始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再做修剪，可以更好的隐藏线头。第1圈钩织结束，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2个针目，使这一圈的头尾相连，同时也使得第1个针目，也就是未完成的中长针，变成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这是在进行中长针的圈钩时一个无痕起立与引拔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学起来哦。第2圈，我们将钩针直接穿过最后1个引拔针底下，接着带出线来钩织1个短针。每一圈的第1个短针都视作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接着同一个针目里再增加1针中长针。
我同样在第二个针目上放7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我这一圈结束要引拔的地方。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都钩织中长针的加针，接着连续16个针目各钩1个中长针，接着织片的另一端又连续3个针目里各加1针中长针，透过椭圆形的底部以及加针，这样会让这个束口袋的底部有一点弧度，不会有太过明显的转角。接着又是连续16个针目各钩1个中长针，结束这一圈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做7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2个针目上，将头尾相连，也使得第1个针目的短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之后第3圈到第15圈就不做针数上的变动，每一个针目里钩织1个中长针，而每一圈的第1针与最后引拔的位置都如同之前的方式来完成第3圈到第15圈。第15圈结束，你会发现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引拔的位置会越来越往右偏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我用了无痕起立与引拔的方式，使得头尾相连的地方纹路看起来与其他针目一致，是不是很整齐又美观呢？第16圈是主体的最后一圈，在这里我们要钩织可以让束口绳穿过的地方。我先钩织1个长针的起立针，我用1个短针加1个锁针，回到短针上挑起短针的2条线，再钩织1个短针作为1个长针的起立针，它算是1针完整的中长针。接着1个锁针，跳过1个针目，再从下一个针目开始继续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我们循环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直到这一圈结束。第16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之后就可以断线。利用钩针将这个线头引到后方，再将线头藏好。这样袋子的主体就完成了。接着是兔子的耳朵，我们从内耳开始，基础行我用粉红色的线起8个锁针，接着第1行1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从基础行的第1个针目开始，连续钩织7个短针，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7号扣，接着剩下的6个短针，一共连续7个短针。而在最后1个针目里钩织3个短针，
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7个短针。第一行结束，引拔断线，完成内侧耳朵。我们将有记号扣的位置置于右方。接着是耳朵的外侧，我们用跟主体带子一样的颜色，同样起8个锁针。接着第一行1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钩织1个短针，加1个锁针，回到短针上挑起2条线，钩织1个短针。我将它视为1个中长针的起立针，它算是1个中长针的针目。之后继续6个中长针。我们按文字解完成第一行，它的针数安排与内侧耳朵一样，只是针目改成钩织中长针。第二行翻面，加入内侧耳朵一起钩织。钩针一并穿进2个织片的第一个针目，先合并钩织1个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方式跟第一行一样，我将它视为1个长针针目。包含这个起立针，先连续的7个长针。接着这里是耳朵的顶端，连续3次的长针加针，也就是连续的3个针目里，每个针目钩织2个长针。我们按文字解将2个织片合并钩完。第二行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大概2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钩织2个这样的耳朵，接着钩织4个小小的圆形织片作为眼睛以及花心。首先是眼睛，我用浅蓝色，我们环起，环起之后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钩织5个短针，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5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同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最后的这个引拔针收紧一点，之后断线，留2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可以将所留的线头利用钩针引到后方，钩织2个这样的眼睛。另外我以粉红色以同样的方式钩织2个花心，只是花心不需要留长线。接着我们将花心拿来钩织花瓣，完成花朵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花瓣颜色。我们从花心的任意一个针目引线，钩织花瓣。引线之后钩织2个锁针，接着同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长针。可以将花心上面这些线头都一并包着钩织，再做修剪。接着2个锁针，再引拔到下一个针目。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花心有5个针目，每一个针目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，完成5个花瓣。
5个花瓣结束，回到第一个针目上引拔，接着断线，留大概2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花朵背面的起始线头可以稍作修剪，并且将钩织结束时所留的长线引到花朵背面。我们完成2个这样的花朵。接着是束口绳，可以使用跟主体不同的颜色，锁边起针，起始的线头可以留长一些，大概5公分，钩织70个锁针，不包含起始的线头，锁针链的长度大概是30公分。接着断线，断线时的线头也大概留5公分。我们钩织2条这样的束口绳。最后我们将所有的部件进行缝合。首先是耳朵，我们利用耳朵所留下来的长线，将耳朵缝合在带子的第10行到第11行之间，每只耳朵对应带子的6个针目。如果不想要让这个耳朵往前翻，那么可以继续将这个耳朵上方，将耳朵固定在第13行。缝合完毕，将线头引到带子内侧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2个耳朵之间可以间隔2个针目。接着是眼睛，缝合的位置大概是第6行到第7行。如果想要减少缝合的工作，可以使用接着剂粘上眼睛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为它改成其他的塑料眼睛。接着我选择浅棕色，为它绣上鼻子以及嘴巴。所有的线头都引到带子内侧，打结并藏好。接着是束口绳，我们从带子的一侧利用缝针，将束口绳像这样在第16行的锁针空间里来回穿缝。穿缝时记得不要穿缝到长针的针目，以免绳子拉不动。绕着穿缝1圈之后，将线头的2端打结。而第2条束口绳则是从带子的另一侧开始穿缝。穿缝1圈之后，也是将2端打个结。最后利用花朵所留下来的线头，将花朵固定在束口绳的尾端。在固定时可以穿过束口绳的锁针链，以将花朵做更好的固定。固定结束后的线头可以藏在花朵里，并做修剪。这样这个兔兔束口袋就完成啦。兔兔这么可爱，你舍得使用它吗？艾芙琳邀请您一起购置它来响应创世基金会的活动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